嬴政，你个老登，过来让小爷我骑一圈。逆孙啊，逆孙，扶苏，你看你生了个什么玩意？眼前这个瞎人，穿越成大秦长公子扶苏的长子，深得嬴政的喜欢，天资聪颖，第一天上朝就把自己亲生父亲打入大牢。父王，我才5岁啊，让我去上朝。爹啊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？这又不是姑的意思，姑也不想让你参与朝堂之事，还不是你皇爷爷的命令，他不听我劝阻，非要执意镇压天下贵族余孽，不愿接受儒家思想，不接受封地制度，他让你顶替我的位置，让我在家面壁，父皇真是老糊涂了。糊涂你妹啊！糊涂的是老爹你自己呀！你特么堂堂大秦长公子，非要听儒家的，多次上书劝谏爷爷，还特么想分裂大秦，你不是脑子有坑吗？这不骂你骂谁啊？骂得好啊！明日夏儿你便带姑去上朝，你也不需要去说什么，只要装样子就行。你大爷的，你说的倒是轻松，好不好吗？兵，国运搞事情系统启动，任务下发，只要宿主搞事情，并且是帮助大秦增长国运的事，就可以获得奖励，奖励会随着事件的影响而决定，影响越大，奖励越多。搞事，老爹不好意思了。好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次日清晨，麒麟殿外，百官早早就来到，陆续不断的走进大殿，准备上早朝。5岁皇孙嬴虾人要顶替大公子扶苏官职一事，昨日就已经在皇宫内传得沸沸扬扬。古往今来，哪有这么小的皇孙就要顶掉自己老爹位子的例子？这还是头一个。殿下，你不要怕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没错，你放心，如果有事的话，我们2个会帮你，陛下肯定不会迁怒于你的。帮我？我怕个吉尔，我这是快激动的瑟发抖了啊！昨日扶苏提出的重启封地制度，寡人已经驳回了，并且训斥他面壁3日，不得外出。此事尔等可有异议？我有异议。夏儿，你可有什么意见？皇爷爷，我认为你对我爹这处罚也太轻了，一点也不到位，才面壁禁足3天，这怎么够？要我说，必须要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要惩罚的更狠才行，让他长记性。是我听错了吗？你丫的不是要帮自己亲爹说话的吗？夏儿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皇爷爷，那是当然，我爹扶苏罪大恶极，必须要从重处罚。扶苏贵为皇爷爷的长子，但他却不跟皇爷爷你学习如何当政，该罚被儒家洗脑而不自知，该罚受6国余孽挑拨离间，想要重启封地制度，我一个5岁小孩都知道这不行，他还要说该罚多次于朝堂之上顶撞反驳皇爷爷你，此乃大罪，该罚。也不知道夏儿在朝堂上怎么样了。这他妈是个5岁的孩子，把自个儿亲爹的罪行弹劾的那么清楚，不仅如此，还要让陛下重罚自己亲爹，狠，太狠了！我爹扶苏罪大恶极，应该重责罚。皇爷爷，你怎么能训斥他几句，罚他面壁3天就算了？哪怕不能将他砍头，但至少也要将他押入大牢，以示天下。以我爹扶苏的罪行以及惩罚，让天下知道大秦容不得有一心之徒，一经发现绝不轻饶。不是，夏儿，那可是你亲爹呀！亲爹又如何？祸乱大秦，我不答应。无论是谁，哪怕是皇爷爷你也不行。我勒个豆！不错，不错，这才应该是我嬴家的后代，有骨气，有狠劲，很好，好极了。寡人子孙应当如此。啥情况？这不对劲啊！自己居然被夸了！我要搞事，不是要这种反应啊！大爷的！夏儿，寡人知你心意，你爹尽管有过，可他毕竟是你爹，也是大秦长公子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不行，此事怎能就此结束？把他关进大牢都是轻的，把他关进大牢还要杖打80，再让他在牢里好好反省，认知自己的错误。行了，此事你不要再提，就按寡人的意思来办就行。皇爷爷，够了，寡人说的你没听见，你放肆！此事再提，寡人就先将你打入大牢。你说不提就不提，那老登，你让我来干嘛？我要弹劾你！卧槽，完了！小殿下杀疯了，这是要翻天了啊！这还怎么帮？卧槽，怎么回事？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好家伙，给你脸了！这特么的还弹劾起寡人来了，这小家伙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，完全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啊！咋了？不行啊，我偏要说。那你倒说说看，你要弹劾寡人哪些？
是你让我说的，那我就说了。第一，你过于宠溺我爹，导致我爹被儒家思想洗脑，听信六国余孽一言，上书谏言之事，有黄爷爷你自身的原因。第二，你过于仁慈，杀的人不够多，对于六国余孽还有其他反秦势力，早就应该一并杀绝。正因为你的仁慈，才使得他们祸乱天下。第三，你过于霸道与自大，不听百官谏言，这将会让大秦陷入危机。卧槽啊！老子的毛病这么多，这小家伙还真的敢说呀！你说完了吗？应该说完了，剩下的等我想起来再和你说。小殿下，今天难不成真的要大义灭亲？管他陛下还是大公子，全部弹劾！这真的是想要气死寡人！你说完了又如何？寡人所行之事皆是为了大秦，为了大秦百姓，何错之有？你爹寡人不会重罚，而寡人也不会听你的，你有何意见？我没意见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不听是吧？牛逼是吧？那我走。说了又不听，叫我来干啥？这尼玛，今天是咋回事？难不成我们要在这里看到一场爷孙大戏？这他娘的也太刺激了吧！你敢？你真以为这里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寡人让你回去了。让我留在这里看你装杯，门都没有，我不走干嘛？你身为天下之主，大秦陛下如此作为，真是让我这个5岁的皇孙心寒。我说的，你既然不听，何必让我替父王上朝？你费尽心思灭六国，统四海，一手打造大秦帝国，而后为的不就是让大秦永存，万世乃至传之无穷？可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大秦迟早要毁在你手里，原本能有更好的大秦风光，你也不可能看得到。我说的，你既然都听不进去，当了皇帝又不准百官谏言，他们有话却不敢说，你非要一意孤行，又何必召开朝会？你认为暴秦是怎么来的？我就明确的告诉你，就是这么来的。还有，今天这个官我还就不当了，皇长孙我也不当了，谁要当谁当，我就不奉陪了，告辞。吴曹自己这侄子今天是吃火药了，一言不合就指着父皇的鼻子破口大骂，每一句话句句诛心啊！到底你是孙子还是寡人是孙子？卧槽，怎么好像自己更像孙子？这特妈，那可是你亲爹，你真的要往死里坑？自己可不想再被孙子指着鼻子骂成孙子了。儿啊，你可别怪爹呀，要怪你就怪你的好大儿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今天老是打喷嚏？难不成是虾儿想我了？也是，这孩子第一次上朝，难免有些不适应。就按照你说的来办。公子扶苏心向外人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！朝会结束后，立刻将公子扶苏杖打30，押入大牢。此后便让他好好在大牢里反省。寡人已经听你的照办，你满意了？陛下这是妥协了，这小殿下真他妈是个十足的大狠人啊！非要让亲爹受刑才行，小殿下连亲爹都不放过。如果不是陛下减少了50大板，大公子还真要被活生生打死。还可以，还不是要听我的？好端端的，生什么气啊？真憋屈呀，真的快要成孙子了。我爹是已经下令处置了，会受到惩罚。可是陛下你自己呢？你是认真的？这小家伙真是要上房揭瓦呀！亲爹罚了，这会儿要罚自己这个亲爷爷了。是皇爷爷你自己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，而你所做的这一切一点都不够好，那肯定要惩罚，加以反省。难道皇爷爷你想要反悔，觉得自己不该罚吗？完了完了，彻底是杀疯了，这他妈陛下也要罚？小殿下难不成还真的想让陛下受杖打之刑，去坐牢吧？卧槽！好你个臭小子，你真是寡人的好孙儿啊！说的话还真是一点不给自己机会呀！老子这几年白疼你了，眼下就这么坑你亲爷爷，你可真是那个呀！这不纯要寡人难堪，让寡人下不来台吗？寡人自然有错，那么就按你说的，寡人应当受罚。明日寡人将会面壁反省1日，此后寡人将会改掉不足之处，百官若是谏言，寡人会听取意见。今日所言，由尔等一同监督。寡人都已经这么说了，你还不满意？皇爷爷，你消气，你能知道自己错了就行，我满意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还要弹劾一人，毕竟皇爷爷你是当今陛下，都已经甘愿受罚了，那其他人自然也不能不提。哦，你要弹劾谁呀？卧槽，大侄子，你看我干嘛？难不成连我这个亲叔叔也要弹劾？
这个家伙要是不借机会搞他一次的话，那可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胡亥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顺便把他也给关进大牢去陪老爹。我这次要弹劾的就是18世子胡亥。你不要太过分，没事弹劾我做甚？我没招你惹你吧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叔叔，你可不要乱说话。赵高看到这一幕，瑟瑟发抖，完全不敢说话。等会这位主动弹劾到自己，那可就完犊子了。我这个人公事公办，既然我连皇爷爷都弹劾了，那当然不差你一个。哎呀，都顺便的了，18叔，你不要那么计较嘛。你丫的闲着没事，顺带着弹劾我，现在还叫我不要那么计较，你好意思骂你？什么就叫不差自己一个？你有毛病吧？这是什么理由？我也没犯错啊，我也没有乱说话，你可不能乱来啊！闭嘴，都给寡人闭嘴！胡亥招你惹你了？给寡人说说看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要弹劾他哪些地方？其实很简单的啊，因为18叔他不是好人啊。放屁，本公子怎么就不是好人了？第一，18叔，你是我爹扶苏之弟，可你明知我爹扶苏学习儒家思想越陷越深，听信六国余孽谗言，却不加以阻止，反而故意纵容，如此居心叵测，这能是好人？第二，你身为皇子，可你明知皇爷爷过于霸道自大，却不加以提醒，反而在朝堂之上看着皇爷爷自以为是，不听百官谏言，多年都不曾指出，不加以阻止。哪怕我刚刚谴责皇爷爷的时候，你也不出来说句话，百官是想说不敢说，而你是不想说，你这是好人？第三，你为大秦皇子，自是要以大秦为重，为天下之事表率，提出意见，可你不做皇子之事就罢了，心里面却只知道争夺太子之位，身为大秦皇子，此为大逆不道。你虽是我叔叔，但我也实在看不下去，只能痛心弹劾。以上种种作为，你能是什么好人？你在说什么玩意儿？那些关我屁事！大侄子，你过分了啊！这也能行？小殿下今天还真是猛啊！真是小母牛骑摩托，牛比轰轰的。皇爷爷，18叔的这算不算罪行？该不该处罚？父皇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那只是……哎呀，18叔，你别解释了，证据确凿，你就跟我爹一起去牢房里歇会儿吧，说不定你跟我爹一起在牢房里休息，还能增加一下你们兄弟感情呢，是不是？18叔，增加你妹的感情？老子跟你爹不熟，你特么坑爹就算了，你能不能别带上我啊？皇爷爷，下命令吧，直接把18叔打入大牢，让他好好反省思过。你可不要再优柔寡断，否则这可不是一个帝王该有的心性。我就算不对，也不至于被关入大牢吧？你特么的站着说话不腰疼？好了，你还有脸解释？你解释个屁！来人，将18世子杖打30，与公子扶苏一同押入大牢，让他们好好面壁反省，好生安静一段时间。此事就这么办。若有人敢反驳，与2位皇子同罪。小殿下真的像是走火入魔了一样，搞了一个又一个。父皇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啊！这个小殿下挺难忍啊，以后说不定是一个大麻烦，以后要找机会处理一下才行。有杀意，这才哪到呢？就有人对自己有意见了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王八犊子。赵高看到虾仁的目光，淡淡一笑，但心中却是掀起惊涛骇浪。不会吧，这就发现我了？好敏锐的感情，岂止万不可留。哼，原来是赵高啊！你这就忍不住了，定力不行啊！你18叔也处置完了，你满意没有？满意了。满意了，就滚回去睡觉。皇爷爷，这怎么行？我乃替父上朝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怎能就这么回去？我不回去，我要上朝，回去也是要等朝会结束。你让我来就来，让我走就走啊！你上个节儿朝啊！照你这么搞下去，百官都要被你活活进大牢了。那你就歇一会儿，先退回去。寡人还有要事要说。丁，恭喜宿主搞事成功，宿主为亲爹争取杖刑入牢，此事可影响他此后不再被儒家洗脑，不会轻信他人。宿主让亲爷爷认知到自身不足，恭喜宿主获得2级搞事评价，将获得 A 级奖励。嬴政看到自个儿皇孙终于消停，松了一口气，接下来就是要跟百官说一下当今的要事了。如今寡人一统天下已有10年之久，大秦乃天下之最，寡人为天下之主。但是当今天下仍然有暴秦之称，有人称寡人为暴君。普天之下，除去诸子百家，仍有无数百姓不认自己为秦人。尔等认为此事该如何解决？陛下，臣认为，对于暴秦百姓不认可秦人身份的事，是有人从中挑唆，散发谣言，
陛下可以将那些散布谣言的家伙绳之以法，以示天下。陛下，臣有建议，不如把先前身处六国各处的百姓妥善安置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知道大秦的好，倒是天下皆知，暴秦之称自会消除。这些家伙说的都是啥玩意儿？这算啥办法？罢了，还得是我来啊！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把这些人都给杀了，杀光了他们，看他们还怎么说。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你说的倒是轻松，一旦照你说的这么去做，杀光那些人，那这天下百姓岂不是大部分要被杀？杀光了，那寡人暴君之名不就坐实了？不就让人实锤暴秦，加大暴秦之声了吗？自个儿这皇孙还真是不吭不爽，把天下人都杀了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这特么的离谱。除了这个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皇爷爷，你要是不杀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你小子存心来捣乱的是吧？寡人让你顶替扶苏位置，可不是让你来捣乱的，你个小兔崽子！哎呀，皇爷爷，不就是办法吗？你等我想想，想到了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你闭嘴吧你！皇爷爷，我这次真的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你先听我说嘛。你难道又不听百官谏言了吗？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你讲，你给老子讲。你要是讲不出来，你看寡人今天怎么收拾你？说不过就要动手了吗？不讲武德。皇爷爷，你想过没有，暴秦之声是怎么传出来的？你有没有好好想过？这小家伙怎么突然就认真起来了？难不成他真有办法？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殿下有什么办法。这小殿下要真是有这个能力，那必须要重视起来。殿下，这既然是六国余孽中作祟以及诸子百家集中的反秦势力传的，这家伙要干嘛？来试探我吗？那请问你觉得百姓为何不认同秦人身份？这若是追究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殿下，你这问的好像都是废话吧？百姓不认同秦人身份，那既然也是六国余孽暗中诋毁大秦，以及那诸子百家挑唆天下人，这便是其主要原因。我勒个咚！你也知道是废话啊？那你说的不也是废话吗？殿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咋那么自信啊？我说，你说的话都是在放屁。难道只有六国余孽，就只有诸子百家反秦势力长了嘴？难道我们大秦之人就没有长嘴吗？好话坏话全是他们说了算。你们一个个在这里绞尽脑汁的想办法，都是猪吗？为什么想不到这一点？嬴政，你个老登，过来让小爷我骑一圈。你孙啊，你孙扶苏，你看你生了个什么玩意？眼前这个瞎人，穿越成大秦长公子扶苏的长子，深得嬴政的喜欢，天资聪颖，第一天上朝就把自己亲生父亲打入大牢。你们一个个在这里绞尽脑汁的想办法，都是猪吗？为什么想不到这一点呢？瞎儿，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，说来寡人听听。皇爷爷，这简单啊，只是大臣们太笨了，想不到而已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何不化被动为主动呢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不就行了？到时让人把六国余孽、诸子百家的反秦势力怎么坏就怎么说，将这些舆论散布于天下百姓当中，到时再处处宣传皇爷爷你如何光辉伟岸，大秦多好多好，树立一个好到不行的形象，借此去洗脑百姓。这样简单吧？没难度吧？只要把事情给做好，还用得着担心这个？我勒个咚！不错，寡人的好皇孙，你好好说，继续说。而此时，赵高听完了这些话，瞪大了眼睛。你有办法你不早说，你还说我放屁，这不是准在搞我吗？有事就好皇孙，没事就让我滚回去睡觉。有你这样的爷爷吗？有这样做事的？处理完我以上说的那些，那么后面我们还可以打造一个英雄殿堂，可以把各国曾经的英雄人物雕像安置进去。这样一来，不就是可以让天下百姓都有认同感了？他们一旦有了认同感，再加上舆论中心散布出去的大秦处处好，陛下心怀天下，那他们自然不会再去说陛下是暴君，说大秦是暴秦。到那个时候，无论六国余孽、诸子百家的反秦势力怎么挑唆，怎么制造罪名，都无济于事，只会让天下百姓反感。这样一来，大秦就是天下正统，天下中心，这不就妥了？打造舆论中心，打造英雄殿堂，好主意，真是好主意啊！对，就这么去做。到那个时候，任由六国余孽、诸子百家的反秦势力怎么说，天下百姓都不会信他们的了。这办法完全就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够将陛下的暴君、大秦的暴秦之名给去除。妙啊，妙啊！霞儿，你到底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什么咋想的？
皇爷爷，这么简单的事情哪里需要想？不是简简单单吗？有脑就行。皇爷爷，你的百官连这个都想不到，真是让我倍感失望。不是我说，你这一届的百官思想觉悟有待提高，不行啊！好办法，好办法，陛下，小殿下说的这个办法，我之前就已经想到了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说。卧槽，好你个李斯，脸呢？陛下，臣之前也想到了，不过小殿下既然已经说了，按照这个方法实行起来很简单，希望陛下尽快下旨操办。啥情况？这两个家伙抢功劳抢到自己皇孙头上来了。你们两个还算没有老糊涂。其实这个办法寡人也想到了，只是想考验一下你们。夏儿，你可要比某些人聪明多了。听说极南之地有一树，树上结果，大家可以前去采来吃吃。小殿下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不到啊。好了，李斯，你立马去安排这件事情，立刻操办起来，不得耽误。记得速度要快，越快越好。看夏儿如此活泼，操心大事，倒不如这样，让他去御史台报道吧，先去当个御史大夫。尔等觉得如何？既然你们都没意见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夏儿，下朝之后你去报道就行。既然无事了，那就退朝吧。我就这么当御史了，要去御史台上班了。这老登绝对是想坑自己。这个时间，朝会应该结束了吧？虾儿应该没事吧？父皇让他替我上朝，这小子没惹事吧？要是这小子真的惹事了，父皇应该不会对5岁的虾儿有什么不好的命令吧？不行不行，我得赶快去看看。要是真的有什么事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能让虾儿替我受罪。王翦跟蒙毅走出了大殿，在路上正好碰见赶过来的扶苏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陛下不是让你在家面壁吗？我放心不下虾儿，来看看他。面壁什么时候面壁都行，我就怕父皇会牵连虾儿，有什么事我自己担着，不能让虾儿替我受罪。我去，你还有心情担心你儿子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你那乖儿子刚刚可是在朝堂之上杀疯了呀。小殿下好得很，可殿下你就要不好了呀。王将军，蒙上卿，虾儿是不是怎么了？殿下请节哀。什么情况？啥意思？就叫我节哀？父皇把虾儿给砍了。殿下请节哀。什么鬼啊？怎么一个个叫我节哀？虾儿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可是为什么之前百官都跟我说节哀？是什么鬼？之前上朝发生了什么？难道父皇出事了？爹，他们瞎说，你别听他们的。我好得很，皇爷爷也没事，而且我现在都当上御史了，而且我还跟皇爷爷说了，老爹你后面就不需要面壁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当时多厉害，皇爷爷自己也知道错了，还说要自罚面壁一日，改过自新呐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章邯将军，你有何事？看来殿下还不知道被小殿下给坑了，还搁这儿笑呢，一会就笑不出来了。殿下节哀。什么鬼啊？有毛病啊？怎么一个个的都让我节哀？秦王令，公子扶苏被儒家洗脑严重，听信6国余孽谗言，心向外人，以下犯上，活罪可免，死罪难逃，杖打30，押入大牢。来人，将大公子拿下。卧槽，什么鬼？不是说好不需要我面壁了，结果直接要把我押入大牢了就？不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我要见父皇。虾儿，救我，救我！你去跟父皇求情的话，你爹我应该就不用受这皮肉之苦、牢狱之灾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殿下你就是被你儿子坑进去的，你还想让他救你？想多了吧？爹，你放心，你等我，我很快就去救你，我不会让你被他们打的，你等我。好，为父相信你，为父等你，你一定要快点，不然你爹我就惨了。真是父慈子孝啊！要不是自己知道真相，还真就信了。救你，我好不容易把你送进去，怎么能这么轻易放你出来？殿下对不住了。章邯将军，虾儿马上就来救我了，再等等行不行？你的好大儿，刚刚在朝堂上费尽心思才把你坑入大牢，你还等着他来救你？你想多了。殿下，那你在牢里好好等吧，我先把任务给做了再说。行。我操，章邯将军，你来真的？章邯将军，要不我们商量一下，再等等行不行？章邯将军，平日里我待你不薄吧，就不能？虾儿，你人呢？为父被打了，个不孝子，不是要来救我吗？我这么快就有办了，哪个倒霉蛋又被我那可恶的侄子给弹劾了，疼死我了！虾仁，你这个臭小子，等本公子出去了，一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胡亥公子，眼下牢房不够用，你们哥俩就一起吧，好好培养感情。卧槽，大哥怎么打成了这样？
我那侄子太他妈狠了，这尼玛连亲爹都往死里坑。我操，该不会被打死了吧？等等，大哥要是死在这儿，那我岂不是又要被那可恶的侄子扣个谋杀的罪名？18弟，大哥，18弟，你咋在这里？你犯了什么错？我咋在这里？你问我干啥？你难道不该问问你的好大儿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兄弟俩是被夏儿给坑了，我还等着他来救我。特么的哪个家伙在骂我啊！系统，我要接受奖励。埃及奖励开始下发，恭喜宿主获得800点7运点，恭喜宿主获得修为提升，达到2流高手境界，增强自身实力，防止挨打。恭喜宿主获得水稻种子10公斤，土豆2公斤，以免被流放饿死。恭喜宿主获得马蹄铁图纸，恭喜宿主获得10全大补丹2颗，恭喜宿主获得身法迷踪步，以免宿主面对危险时遭遇不测，方便逃脱。奖励的东西还真不少，只是你这破系统怎么给我的功法都他妈是逃跑的，给我粮食是为了防止被流放饿死，这都是啥啊？这他妈系统虽然不是人，但它是真狗啊！这还是 A 级奖励，后面应该还有 S 级以上更高奖励，要获得更高奖励还得加油搞事啊！自己已经被皇爷爷任命为御史大夫了，还要去御史台报道呢。哎，恐怕御史台的那些家伙恐怕不会让我那么轻松上任啊，我得准备一下才行。陛下安排小殿下到你这里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赵大人无需担心，小殿下要是来，我便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也是陛下的意思。既然是陛下的意思，那就把小殿下整惨一点，到时候就说小殿下胡作非为，不得已才这般。事情办漂亮了，好处自然有你一份。赵大人，你就放宽心，等我的好消息。皇爷爷明显就是气不过，想要坑我，小气鬼！停下，哪来的小屁孩？这是你能进的地方吗？一边凉快去！哎呦，我去，连你赢小爷都不认识！来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是谁！李奶奶的，瞎了眼了你们！大秦皇孙你们也敢惹？我等有眼无珠，请小殿下饶命！卧槽，谁知道你是皇孙？鬼能想到你一个皇孙能来御史台？你这不是存心搞我们吗？卧槽，这居然随身携带圣旨！王炳把刚刚在门外发生的事向大家说了一遍。这下我们咋办？小殿下带着圣旨来的，想要将他拒之门外，似乎有些不太合理。这小殿下妥妥的就是一个小魔王，不好惹呀。这可咋整？想让小殿下吃不了兜着走，属实是有点难度。都别吵了，让本官来会会。大家好啊，我来报道了。那个，咱们就是同僚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谁要跟你这小屁孩做同僚？这小家伙还真是自来熟啊，一点都不见外。哟呵，你们不服啊？小心我跟皇爷爷说你们虐待我啊！小殿下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我来上班啊，不然能干嘛？上班？什么是上班？上班就是工作啊。什么是工作？你他妈的就是来干活的，干活听得懂吗？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净说些我听不懂的话，我能怎么说？来我御史台干活可没有那么轻松啊！纵使你是皇孙又如何？我可是得了陛下的命令来打压你的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小殿下，抱歉，殿下，我御史台的活只怕殿下干不了，因为这地方殿下可能待不住的。况且御史台不养闲人，哪怕你是皇僧也不行。我们御史台不需要一个小孩子，更没有空余的位置给你。可是我是皇爷爷吩咐来的啊！陛下吩咐你来的又如何？你就算把御史给拆了，那也没有你的位置。难不成你要去扫大街？可是我真是皇爷爷吩咐过来的啊！我知道你是陛下让过来的，但是御史台不缺人，听懂了吗？你就不要赖在这里了，赶快回去吧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是皇爷爷吩咐过来的啊！哦，我明白了。谢天谢地啊！这小魔王终于走了，我还以为他真要在这里闹上1天1夜呢。走得好，走得好啊！他就这么容易被搞定了？那当然，在我面前，他也想放肆，终究还是孩子罢了。走了也好，散了吧，继续忙自己的。小殿下应该不会来了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是皇爷爷吩咐过来的，跟我说不养闲人，没有位置，你们咋就这么不长眼呢？哎，本来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好好说话，可你们这是在逼我摊牌。这个臭小子之前在朝堂上居然顶撞寡人，指着寡人鼻子大骂，都特么快要把寡人给骂成孙子了，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让他感受一下来自爷爷的爱，好好将这个小家伙给磨练一下。陛下，若是陛下想惩罚小殿下，何必如此麻烦？臣认为可以将小殿下送入大牢，照顾2位公子，以免再惹是生非。小殿下如今只有5岁，始终还是个孩子，上朝议事有些不妥。你说什么？你在教寡人做事啊？夏儿是寡人皇孙，不从小磨练怎么行？以后怎能担大人？
还有，这是寡人已经决定的事情，更是寡人的家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？滚一边去！奴婢有罪，我不就是提个小建议吗？用得着这么凶吗？说好的会听百官谏言呢？我刚刚难道不是在建议吗？我可是中车府令啊，我不是人啊！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皇爷爷，不好了！御史台要造反了啊！啥玩意儿？御史台要造反？皇爷爷，真的啊！赵高，你快去，让御史台所有人给寡人滚过来！等等，不如开我的车去吧。虾仁，你换车了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比新车便宜了10万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特划算。本月瓜子有砸价节，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奴婢现在就去。说清楚一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让我去御史台任职吗？我去了才发现，御史台居然意图谋反，居心叵测啊！皇爷爷，你是不知道御史台的人到底多过分啊！我听皇爷爷你的过去御史台报道，结果你皇孙我被他们给扔出来了。皇爷爷，你说这是不是抗旨不遵？是不是意图谋反？本来还以为能够清静几天，御史台就这么让皇孙跑回来了，哪怕小家伙是哭着回来也行啊。可眼下啥事没有，还要举报御史台造反。陛下有旨，请首席御史与御史台部众即刻入宫。难道是陛下要奖励我？幸福来得这么快？诸位，小殿下在宫里说你们御史台意图谋反，陛下大怒，特让尔等入宫。意图谋反？难怪小殿下之前那么容易就离开了，原来是回去告状去了，还特么说我们要谋反，这可是死罪啊，诛九族的啊！污蔑，这是污蔑！我们御史台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会谋反？之前那位小魔王连亲爹、亲叔叔都坑惨了，要是解释不清的话，那御史台可就要全军覆没了啊！错，此事必须要跟陛下说清楚。皇爷爷，还好你让我去御史台，不然都发现不了啊！那些家伙太可恶了，胆子太大了，当着我这个皇孙的面显露谋反之心。等他们来了，寡人就替你问清楚。冯杰这个首席御史干嘛吃的？让他小惩一番皇孙，结果让皇孙带回来一个造反的罪名，这要是做样子去处理，自己估计又要被说不听百官谏言了。陛下，我们御史台冤枉啊，冤枉啊！还请陛下明察，我们根本没有小殿下说的要造反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皇爷爷，我都说了，他们要造反。你别看他们现在这么乖，之前对我可不是这样的，背地里指不定多阴暗呐。陛下，我们绝无此意啊！小殿下，你可不要乱说，这话可不行说啊！我们御史台对陛下忠心耿耿，绝无二意，誓死效忠大秦。谁阴暗啊？谁表里乖孩子，当地里捅人刀子啊？不是小殿下你吗？之前把你亲爹给坑了，这会儿又在这跟陛下说我们御史台要造反，这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我们可承担不起啊！你们不是非要让我搞事吗？怎么现在开始急了啊？冯姐，你来说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我们御史台对您的忠心日月可见啊，没有要造反啊。我们之所以让小殿下回来，并不是在针对他，而是御史台实在没有位置给小殿下担任了。御史台真不缺人了，臣这么做是情非得已。可这并不是我们要造反，这不怪我啊，陛下。霞儿，人家说的也没错呀，你怎么能说他们要造反呢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让你们给这小子一点惩罚。眼下还被人扣上了造反的罪名，连个小孩子都玩不过，真他妈废物！皇爷爷，他不缺人，关我啥事？是皇爷爷你吩咐我去的御史台啊，这不能怪我吧？再说了，他御史台没有多余的官职，难道不会创造官职啊？什么叫创造官职？就是罢了，御史台几个人的官啊，这样官职不就有了？我奉皇爷爷你的命令前去御史台报道，他们居然把我轰走，这简直就是抗旨不遵，有谋反之意啊！罢官。御史台的每一个官职都有必须要做的事，随便就罢了他们的官。小殿下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吗？还有，小殿下，你说我们御史台意图谋反，这话从何说起？陛下就在这里，我御史台清清白白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你若是没有证据，那就不要瞎说。丫的，我绝不可能让一个5岁小孩把御史台给搞垮了。一个小屁孩也想栽赃御史台，门都没有！今天一定要让陛下好好治这位小殿下的罪。这家伙还跟自己皇孙较上劲了，欺君之罪，当着寡人的面欺负皇孙，要证据是吗？你等等啊，我给你找找。你这小家伙能有什么证据？能别闹了吗？难不成真想让寡人治你的罪呀？
夏儿，哎呀，找到了！黄爷爷，你看看，这是御史马焕文的罪证，他以权谋私、贪污、欺压百姓，罢了他的官，不就有位置了？这样我就能去上任了呀！黄爷爷，你快看看这些罪名够不够？来人，拖下去审。饶命，陛下，饶命啊！卧槽，小殿下怎么掌握这些证据的？他只是个5岁小孩啊，这是认真的吗？只有一个人的罪证，不够。不够吗？当然不够，哪怕小殿下你说的罪名是真的，那也只是马焕文一人罢了，这怎么能代表我们整个御史台呢？他每日要做的事情便是审核百官册子，工作量极大，小殿下你吃不消啊。没事，本殿下还有，这里有御史刘腾欺压百姓，仗着官职行贪污贿赂之事。好啊，来人，拖下去审。大哥，你怎么随身带着这些东西的？啥啊？这是？这些证据都从哪来的？御史台有内鬼，这不应该啊！哎呀，我这是有备无患罢了，你们不用这么看我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黄爷爷，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我再找找。还有，够。我认为这刘腾的位置就很适合小殿下你，很轻松，只要收到折就行了。够了，小殿下你不用找了，就这么办。一会我就带你去御史台交接一下。小祖宗，你快别说了，我服了，你明天就来御史台报道，我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。小殿下哪里找来这些罪证的？难不成御史台有他的眼线？太离谱了吧！自己之前还去过御史台跟冯杰商量怎么对付小殿下，要是被捅出来，那岂不是要完蛋？不够，继续。这黄爷爷说不够，我是没办法，只能给他找了。给黄爷爷，一个是御史王炳以权谋私强迫宫女，一个是御史李涛受人贿赂办不公之事情，这个是御史张冕的贪污黄金100两。黄爷爷，这个是御史柳卓的，他徇私枉法，私底下接受贿赂。继续。好吧。我去，还真是有备无患啊，这是要把整个御史台给掀了。这是御史大夫洪安的，他多次出宫吃饭不给钱，更是欺压百姓，目无王法。这是御史李尚伟的，他一共5次出入青楼不给钱，更是动手打人。这是御史中丞范伯忠的，他胁迫自家7大姑8大姨全部前往青楼揽客，以此牟利。不对劲啊，什么逛青楼不给钱，让7大姑8大姨去青楼揽客的，这都啥呀？这怎么越说越离谱了？臭小子，你能不能说点靠谱的罪名？黄爷爷，没了。嬴政一听这话，深深看了一眼冯杰。陛下，你看我干嘛？我好像没犯什么错啊。臭小子，你再仔细找找。黄爷爷真的没了。卧槽，怎么还有？原来还有一本。这是首席御史冯杰跟中车府令私下勾结的各种事情。黄爷爷，这下总该够了吧？陛下，冤枉啊！小殿下，你是血口喷人，陛下，你可不能轻信小殿下这个孩子的话啊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根本没有小殿下说的勾结啊！小殿下要搞的不是御史台吗？怎么扯到自己身上来了？我又不是御史台的人，你就说冯杰就好了，别说我啊！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，懂不懂啊？整个御史台要全军覆灭，还顺带一个赵高，而且首席御史居然跟中车府令勾结到一块去了，竟然在寡人的眼皮子底下。夏儿，把我们这位冯大人的罪行说给他听听。第一，首席御史冯杰曾用大量金银贿赂中车府令赵高。第二，首席御史冯杰与中车府令赵高私下勾结，大肆霸占良田。第三，中车府令赵高2次为首席御史冯杰开脱罪名。种种罪行详细的记载在册子上，清清楚楚。嬴政此时脸色已经变得一片漆黑。这些家伙居然被地里做了这么多勾当，要不是夏儿今天来闹这一出，恐怕寡人还被蒙在鼓里。冯杰，你们御史台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陛下，完了，御史台这下算是全军覆没了。来人，将御史台一众全部拖下去审，给寡人审，将中车府令也拖下去，杖打50，无需留情。这个小殿下真的是个大麻烦，你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回答哦，不然可不行哦。冯大人，御史台现在总该有位置了吧？该死，御史台究竟还有这种内幕？要不是自个儿好皇孙，这些家伙还要背着寡人犯下多少罪行？黄爷爷，你前面不是说我在胡说吗？为啥这么生气呀？这臭小子还真是会挑时间说话呀！寡人问你，你有备而来，就是为了弄垮御史台？黄爷爷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哪有那么坏啊？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啊，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再说了，要是那冯杰不针对我，我才懒得弄他，懒得去对付御史台。对了，黄爷爷，现在御史台的人都被你给抓了，我是不是就能去御史台报到了？
我当个首席御史咋样？一切的事情全部是因为自己想要小惩一下这小子引起的。这小家伙也太能搞事了，真是让人害怕呀！幸好这臭小子不知道是自己的吩咐，要不然出事的会不会就是自己了？特么的，这臭小子还记着自己的罪行，大杂烩，啥玩意儿？你不是说没了吗？这个黄爷爷，你看错了，其实那是我写的日记，你信吗？真当我瞎呀？那么大的几个字，当寡人看不见？小兔崽子！要不是自己让冯姐好好惩罚这小子没被发现，指不定刚刚就被他拿出册子一并给说出罪行来了，那可就真的是全军覆没呀！可以肯定，这会儿寡人要是追究，指不定这小家伙记仇，再当着百官的面狠狠弹劾一顿。霞儿，御史台寡人要将其肃清，这些家伙绝不能轻饶。你也别去御史台了，告诉爷爷你想去哪。这样啊，我想想，黄爷爷，我不想走那么远，有没有离家近的去处啊？有。那有没有工作量比较少一点的？黄爷爷，你也知道，我还只是个5岁的小宝宝呢，总不能让我太累。那有没有白天可以睡觉的，还可以出去玩的？听到这，嬴政的脸色已经开始黑了。黄爷爷，有没有那种老板是笨蛋的活啊？黄爷爷，有没有我在家睡觉都能有钱领的？我还是个宝宝，不想干活啊。黄爷爷，要不你让我去国库吧，那我就可以随时拿钱，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。这臭小子真是越说越离谱。够了，你给寡人闭嘴！自个儿皇孙还真是欠抽啊！要是放到之前，指定把这小子打到屁股开花。你这小兔崽子想干嘛？你这么多要求，咋不去当皇帝呢你？哎，黄爷爷，这皇帝不是你在当吗？哪能轮到我啊？寡人看啊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把寡人给气死了。黄爷爷，就算我把你气死了，那也是我爹上位啊，也轮不到我。黄爷爷，就算我把你气死了，那也是我爹上位啊，也轮不到我啊。行了行了，再跟你说下去，寡人还真要气死了。说正事，御史台要肃清，这件事是你惹出来的，你得给寡人解决此事。黄爷爷，这关我屁事啊！那不还是你搞出来的事吗？你把御史台弄垮了，你还不给寡人收拾？这小子让你干啥啥不行，搞事第1名是吧？今天非要让你把这事儿解决了不可。黄爷爷，我先想想。说完，他低头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颗鹌鹑蛋大小的十全大补丸。不错，挺甜，本宝宝承担了太多苦啊，需要甜一下。只是这玩意儿增强体质，并不能提升修为。嬴政看到虾仁拿出丹药吃下去，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丹香。这玩意儿好像比自己的仙丹要好很多呀。霞儿，快告诉爷爷，你刚刚吃的是什么？嬴政双眼放光，直勾勾地盯着旁边的虾仁，那股香味让他不禁有些心驰神往，这让他产生了浓浓的好奇，身体更是微微颤抖起来。仅仅只是闻了一闻，他就能够感到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。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荒谬的念头：仙丹，但这也太离谱了。黄爷爷，我吃的是糖果啊！糖果，快，你给寡人一颗尝尝。黄爷爷，你这什么表情？你不会是要抢我的吧？抢你妹！寡人堂堂始皇帝，会抢你一个小屁孩的东西？那黄爷爷给。虾仁不得不给，毕竟这玩意儿应该对自己这位黄爷爷作用挺大的。他那充满渴望的小眼神，让人想拒绝的有些于心不忍啊！哎，自己还是太善良了。这难道真的是仙丹？丹药进入口中，立即化作一股暖流，接着顺着咽喉流进了体内，有一股暖流贯彻全身，仿佛在洗礼一般。嬴政闭上眼睛，仔细感受着体内的那一股力量，温和清纯，如今正在游走在全身经脉，像是要冲洗其中杂质一般。体内一直存留的暗疾，在被那股神秘的力量洗礼后，全消失了。虾仁看到嬴政的这副模样，好奇的眨巴眨巴眼。系统的这颗丹药对黄爷爷有这么大的作用，我去，那我不是亏了？早知道应该跟他来点交换条件的呀！自己因为自身全方面属性被系统提升上去，十全大补丸没有太大作用，但放在黄爷爷身上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不知道为啥吃了那丹药，居然有困意了？难不成是自个儿年纪太小，药力太猛？这怎么可能？寡人身体之前已经明显能感受到已经愈发虚弱无力了，可眼下身体内的暗疾全部没了，感觉更加轻松有力。一颗丹药就能让寡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改变，寡人甚至觉得年轻了好几岁，身体更是比之前好了好几倍。霞儿，你这到底是什么丹药？从哪儿来的呀？哎呀，黄爷爷，你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呢。丹药好吃吧？看起来效果不错啊，还白了不少呢。寡人问你，这丹药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来的？这东西真是好东西啊！自个儿这皇孙要是还有，
得想办法哄他给自己多拿几颗才行。皇爷爷，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了，好像是之前在梦里有一个老爷爷给我的，应该是了，他在梦里给我的。梦里一个老爷爷给的，看自己皇孙这副单纯的样子，也不像是骗人啊。难道是仙人？夏儿这是得到了仙缘？那梦中老爷爷给你的丹药还有吗？有的话再给爷爷一些。皇爷爷，刚刚给你的丹药，我一颗，你一颗，没了。啥玩意儿？没了就2颗？你一个小孩子吃什么仙丹？给爷爷不好吗？浪费呀！皇爷爷，我年纪大了，你就不会都给我呀？皇爷爷，你脸皮真厚呀，那你咋不会把丹药留给我，多关爱我这个宝宝？夏儿，下次要是你还碰到梦中老爷爷，多让他给你几颗刚刚的丹药，然后再分点给你皇爷爷呀。皇爷爷，你放心，要是我下次再碰到老爷爷，一定多给你拿些丹药，好好给你补虚的不行的身子。他要是不给，我就坑他，把他底裤都给坑没喽。好了，该说正事了。之前让你想的办法，想的怎么样了？总之御史台要肃清，此事你必须给寡人想办法出来。啥？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无赖呢？仙丹你吃，办法我想。好吧，那我想想。皇爷爷，我想到了。既然御史台要被肃清了，那么可以打造一个只听命于皇爷爷你的组织势力啊！他们除了可以用来监督百官，他们拥有自己的诏狱，可以自行逮捕、刑讯、处决，让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无权过问，真正达到一个威慑朝廷百官的效果。他们负责廷杖，可将触怒皇帝的大臣拖出杖打，上至皇亲，下至百官，皆在他们的管辖之中。他们可以实时出动，刺探可能威胁皇权、危害朝廷的行为和言论，并捉捕和审讯嫌疑人。这样的一个组织可明可暗，且只听命于皇爷爷你。如此一来，这样一把悬在百官头上的剑，谁人不怕？这样的一个势力，完全碾压御史台呀！这哪是什么差不多，完完全全是全方面碾压。这样的一个组织，更要比黑冰台还要管用，恐怖多了呀！可明可暗，只听命于自己，且上至皇亲，下至百官，皆能被他们所监察、逮捕。行，这完全就是一条龙，方方面面一应俱全。自个儿皇孙不愧是神童，好办法，好办法。那可不，我是谁呀？大秦皇孙，我想的办法能差？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既然如此，你跟寡人说说，这个势力应该叫什么？还得我想名字。那不然，既然是你想出来的，名字当然是由你来取了。自己眼下提前1000多年让锦衣卫出现在大秦，那后世之人会不会被吓一大跳啊？好像还挺好玩的。皇爷爷，不如那就叫锦衣卫吧。皇爷爷，不如那就叫锦衣卫吧。锦衣卫，锦衣夜行，好名字，好兆头。哈哈哈，好，那就听你的，就叫锦衣卫。那么，既然是夏儿你想到了这个办法，那打造锦衣卫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，好好给寡人干，别让寡人失望。我不，办法我想，名字我想，还让我打造出来。皇爷爷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我还是个5岁的孩子啊。由不得你，必须将其打造出来。不行，我不。只要你能打造出来，爷爷满足你任何要求。切，骗3岁小孩呢，别想骗我。我擦，这小家伙还真是软硬不吃啊，死活不肯啊！这是，你要是不干，那我就关你3天禁闭。我就是不干，皇爷爷你关吧。要是下次梦里老爷爷再给我仙丹，我自己吃，不给你了。咋地？这还威胁上自个儿了？夏儿，皇爷爷觉得你还小，这事儿就让皇爷爷操心吧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嘛。皇爷爷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记得面壁哦。臭小子，张涵，臣在。你即刻让李斯、蒙毅前来，寡人有要事吩咐。诺。锦衣夜行于暗于明的一把利剑，寡人的剑。锦衣卫，好一个锦衣卫！对于锦衣卫，他眼下只想能够尽快实行打造出来。一旦拥有这样的一个组织，那自己可就方便多了。到时候谁敢顶撞自己的，欺君犯上的，不用自己说话，锦衣卫直接拖下去。文武百官谁敢拥有2心，谁敢行不轨之事？半个时辰后，李斯跟蒙毅脸上有些惊慌不定的来到了嬴政面前。陛下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陛下，刚刚我2人前来，碰到了小殿下。小殿下说，陛下你是想让我们来帮擦屁股。这臭小子，你不想干，寡人找人干，你还提前通风报信。你们别管那臭小子，来，你们看看，告诉寡人这是怎么回事。嬴政说完，
直接将之前皇孙给出记着御史台罪行的一本本册子甩在了地上。蒙毅里斯看到陛下突然发怒，一脸懵逼，他们同时将目光看向了那些册子，接着两个人开始拿起来翻看。以权谋私，欺压百姓。这御史吃饭不给钱，去青楼还白嫖。首席御史与中车府令勾结，霸占良田，开脱罪名。陛下，御史台的人做这些事情，臣完全不知情啊。臣也一样，这御史台好大的胆子。我能让你们过来，是有要事跟你们说。御史台作恶多端，必须肃清。寡人想让你们拿个主意，还请陛下明示。那寡人就明说了，寡人打算打造锦衣卫，让他们成为寡人手里的剑，成为悬在百官头上的一把利剑。他们将获得皇权特许，上至皇亲，下至百官，先斩后奏。他们将是一个独立的组织，可暗可明，拥有自己的监狱，可随时替寡人监察百官行动，行缉拿抓捕、审讯一事。只要能够将其打造出来，那么它的作用将远比御史台要大，并且绝不会出现御史台一事。卧槽！皇权特许，先斩后奏，我了个擦！这简直比什么隐秘卫、黑冰台、御史台啥的牛逼多了。陛下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，打造锦衣卫一事，我看行。陛下，打造锦衣卫之法是谁想出来的？这个办法太好了，完全可以整治大秦朝廷风气，让百官不敢行不轨之事，肃正纲纪啊！这还能是谁想？当然是寡人自己想的。那臭小子老是气自己抢点功劳不过分吧？陛下圣明，打造锦衣卫，此事便交给你们二人去办。御史台已是过去，锦衣卫将会取代御史台，成为寡人手中监察百官的一把于暗于明的利剑。虾仁已经回到了扶苏宫殿，也就是自己家。接下来皇爷爷应该没事烦我了吧？恭喜宿主搞事成功，宿主掀翻御史台，让嬴政下令肃清御史台，打造锦衣卫，此事可影响大秦朝廷风气，肃正纲纪，百官不敢心生二也。恭喜宿主获得 B 级搞事评价，将获得 B 级奖励， B 级评价奖励开始下发。恭喜宿主获得储物空间变大，获得300点国运点。恭喜宿主获得全身心属性增加，恭喜宿主获得马恩图纸，宿主可利用图纸自己打造，或者从系统商城进行积分点兑换。恭喜宿主获得大白菜5公斤，辣椒1公斤，火锅底料5包，葱姜蒜若干。恭喜宿主获得速度加持，自身速度提升加 10%， 提高逃跑成功率。恭喜宿主获得终极法宝护体内甲，宿主可穿戴于身上，增加自身防御，以免被打死。啥玩意儿？大白菜、辣椒，连他们火锅底料、葱姜蒜都来了。看来我这幼小的心灵只能靠1顿火锅来安慰了，不行就2顿。但是虾仁突然发现，系统给他的火锅底料竟然没有锅。你大爷的狗屁系统！你给我火锅底料锅呢？复古铜火锅300国运点。300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要不要？宿主要是不满意，可以自己兑换图纸制作，图纸只要200国运点。黑店啊！没办法，虾仁只能忍痛把铜火锅给兑换下来，只能等晚点的时候再含泪多吃点了。来人，你们负责去给我整点肉食回来，鸡鸭鱼肉都行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吃上火锅了。